位朋友去西藏的一些地方，不仅仅带上身份证，除了车辆、保暖的衣物、随身携带的氧气、快乐的心情，还必须要有一样东西比身份证还要重要，那么它就是什么呢？今天刚3个周年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小马。大家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对，那么我的梦想呢，就是走遍全国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中印边境县城亚东县。我们刚刚是从我的老家江孜县出发，现在来到康娃县了。这里的海拔是4000多米，然后越往亚东县那边海拔就越来越低，然后就这边的山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比较秃，是不是？然后到了亚东县那边，就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。虽然是一个日喀则地方，但是它每个县城都是不一样的。待会儿到那边你就知道了。亚东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唱了一首好听的卓玛，更是西藏日喀则下辖的一个边境县城，挨着印度和不丹，位于祖国的西南，西藏日喀则的东南。如果说西藏85%的树木森林都在林芝，那么还有10%就在日喀则，而亚东县就是不可忽略的中坚力量。前面说到的亚东是西藏的边境县城，所以到这里来是要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，在各位朋友的家乡还有日喀则便民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，很快就能拿到，大概只需要几分钟，有限时期大概有几个月。把视频前面提到的东西准备好，以及边境管理区的通行证，就能通过路上的检查站，从而畅游亚东县了。大家猜猜我现在到哪里了呢？我现在呢已经到亚东县了。中国边疆名城亚东县，欢迎你。我后面呢就是多情湖，然后大家看那个雪山，加上这个湖水，就是非常的漂亮。大家敢相信吗？我们这边7月份还有这种雪山。冰流的地方叫做多庆湖，而现俗称多情湖。湖水在卓木拉日雪山脚下，这座仙女雪山日日奋狼归，夜夜狼不归，所以仙女每日都以泪洗面，久而久之就流上成了这一片湖水。从这个爱情故事中，我们也能了解过去西藏的路途到底有多遥远了。我的家乡在日喀则，这里有多美丽的河，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，各民族像石榴仔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。从国道562一直走，顺着多情湖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曲米雄固要塞。如果对于历史不太了解的朋友，可能会忽略这个地方。其实它在历史的印记中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903年，印军入侵藏地，在曲米雄固要塞就遇到了藏军的顽强狙击。虽然装备上有了差距，但是英勇的藏家儿女们不畏惧艰难，牺牲了上千人。这里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是咱们美丽的家园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亚东县的那个卓木拉日雪山。这个卓木拉日雪山呢，在我们西藏这边是一座非常有名的一座雪山。我们当地人呢，就在这个地方来祭上哈巴，就是保佑祈求平安。卓木拉日雪山的海拔就是7600多米。卓木拉日雪山虽然海拔只有7600米左右，但是它的陡峭程度比珠峰更深。作为珠峰的姊妹峰，它更难攀登。咱们的卓木拉日雪山积雪也常年不融化。作为喜马拉雅的第7峰，来到这里，即便之前已经看过很多雪山，也会觉得很震撼。我们去亚东的路上呢，会经过一个镇，这个叫做帕里镇，也是高原的第1镇。我觉得这个镇还是非常大的，这边发展的也挺好的。这边的房子就是跟日喀则别的地方的房子是不一样的。帕里镇为什么叫高原第1镇呢？这里的海拔只有4000多米左右。难不成青藏高原没有比这儿海拔更高的城镇了吗？实际上，帕里镇的高原第1不体现在海拔上，而是因为它连接不丹和印度的重要交通地位。这里呢，已经离不丹和印度越来越近了，但是也是还遍地的川菜馆。从帕里镇东边走不到5公里，翻越几座山后就到不丹。自古以来，帕里镇人就和不丹人做生意。这个镇竟然还有一个电影院，卓木拉日电影院，我觉得这个镇非常的牛逼。
过去因为交通不便，没有公路到这么远的地方，而现在咱们看到条件越来越好，生意不仅可以做到不丹，还可以做到全国各地。以前各位朋友来西藏基本是梦想，现在吃住行这些便捷设施越来越强，在祖国的怀抱下，咱们西藏不仅仅是风光美，生活也更加便利了。在卓玛故乡日喀则踏上这些土地，只有自豪之情。只想对每一位朋友说一句：大门西藏，欢迎您。